三叔让我们顺着水走，现在水已经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这怎么又一个反打的坑道啊？这开口开哪儿也不能开在这儿啊！怎么不可能？又不是你修的。不是，这以前都是水啊！这难不成当年的工匠都是鱼变的，会潜水？哎，这有记号。想起来了，田震，这符号咱们在哪儿见过？我天哪！哎，这儿有 English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符号当年咱们在海底墓见过。当时我还推测呢，说这个符号很有可能是三叔或者是考古队当时留下的。我跟着三爷10年了，这大大小小的斗也倒了不少，从来没见过三爷留下这种暗号。再说了，这样的符号也不可能是三爷留下来的。不是他，那是谁啊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个路应该是没错。这个石洞已经有人进去过了，地宫的入口应该就是在这下面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要不要现在马上？怎么了？小哥呢？哎，小哥，他不就是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吗？不用跟我们说明。但是这关键，这危险时刻，一定得赶回来呀！不是，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有人看见小哥吗？那他……哎，小三爷，你没事吧？你身体怎么样？祖师爷保佑！等弟子摸金回来，一定给您封个大红包。你还有祖师爷呢？谁呀？曹操。哎，田震，你看，脚印儿，登山鞋的。我天哪，有多少人比咱们先到了？啊，快走，赶紧的！快，走走。这怎么着也得有1000多罐吧？放那么多酒搁陪葬陵里，这万奴王生前挺能喝呀。居然还有这种地方，长见识啊！我估计啊，咱再往前走啊，还有更多的宝贝呢。大金国从北宋抢的宝贝，有一部分在成吉思汗手里，还有一部分都在这墓里呢。哼，你别想太美。南宋进贡都是绫罗绸缎，不经放到这儿早就烂到家了。所以你还是考虑考虑眼前的利益吧。啥眼前利益啊？你看这破酒缸啊，制作多粗糙啊！这送给腌咸菜的他们都不要。哼。哎，这味儿说香不香，说臭不臭的，还挺上瘾的。闻着，不知道是什么好酒。哦，嚯，这水分都没了。这半缸酒可是酒的精华所在。这玩意儿有保质期没有啊？这你就不懂了。窖藏酒有什么保质期啊？放几千年都不会坏，而且几千年那种酒糟啊，吃下去还能长生不老。你只要在河南古墓挖出一大批酒来，那3000年的酒，那一掀开，那酒香熏倒一大片，你都不知道。哎，胖子，干嘛？你疯了？这古墓里的东西也敢吃？你不怕你吃了死了？哎，没事儿，这顶多拉个肚子。
咦，弄啥嘞？你干嘛？你们俩自己看看，里面是什么？死孩子！什么死孩子呀？这个三爷跟我讲过，这就是未成型的猴子，拿它泡的酒啊，叫做猴头烧，喝了它能不能长生益寿我不知道，不过这壮阳的效果肯定是有的。胖子，要不然你去试试？幸亏潘子有见识提醒你，要不然先让你喝一口再踹酒坛子，够你受的。潘爷厉害，但是我喝了也没什么用啊。那你要不现在你喝一口吧，我先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往哪儿走啊？啊？这边有人给咱们留了记号。什么时候改你带路了？上后边去。还是没有信号。到底是皇陵，肯定有什么高手布置好了厉害的阵法，可惜我们这些人没一个人懂这些。三爷，三爷醒了。三爷，醒了就好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这儿有些止痛药。谢谢。有风，这是自来风，俗称鬼喘气，在大漠里啊，经常出现，不过没什么危险。快，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门吗？啊？
这不是门，打不开的就不叫门，这是块风石啊，用大块的石头垒砌而成，再用铜水把它封住，冻结成一个整体，做成门的样子。看来这条墓道还挺重要，咱们跟着那些标记往地下走，估计就能到地宫的中心了。而且你看这洞都给咱们打好了，不管是谁啊，可能已经进去了。胖子，你小心点里面有什么呀？还是条墓道，还有一风石，看来这万奴王啊缺乏安全感。你别扯淡了，你家防盗门还3道锁呢，风狮至少得有3块，这叫3000世界，懂不懂啊你？你还记得我家有3道锁呀？谁稀得知道你家有几道锁呀？这条肯定就是主墓道了，直通到果殿的直道，整个地宫的中轴线。不然的话，他没有理由修得如此华丽。那快过去看看吧，看看有没有之前的标记。走。这有个符号啊，这不就是探学界的活雷锋吗？成，那咱们就一直按照这个标记走呗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肯定是小哥弄的。虽然他失踪了，但是他心里一直惦记咱们。走吧。等一下，这个符号和前2个符号完全不一样。你们看，这些符号虽然都是由字母拼成的，可是拼在一起却没有任何的意义，这看起来也不像是法语或者德语。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单纯的引路符号，就好像一个简单的图案，它只是告诉我们说可以往这边走，仅此而已。但是那样符号本身是不会产生变化的。你看，可是现在符号变了，那么就说明它肯定还有别的意义。它在给我们指路的同时，还想告诉我们其他的一些什么信息。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的那2个符号，那2条路走过来是没有危险的，可是现在这个符号它不一样了。那它代表走这个方向有危险。那我们还走不走？小三爷，咱们哥4个就你懂外语，你好好看一看。你整句翻译不出来，你整点单词，咱也能蒙出来什么意思啊？可它根本就不是个单词啊，它也拼不出来。我想我们还不如想想，到底是谁把它留下的，留下来到底是什么目的。那不是小哥能是谁呀？如果是小哥留下的话，那他至少要以我们看得懂的方式啊。那就是阿宁他们内部的暗号，他们在这儿分开行动，完了在这儿做了标记。我觉得这个符号不像是前面有危险的意思，前面有没有危险要去过才知道，没有可能去完了之后回来再做个标记，这不科学。我明白了，这个符号是那个人进入墓室的时候自己刻的，表示他走的是这个方向。这个就叫做追踪语言。什么东西？我当年在越南
丛林里面特训的时候，学过追寻知识，懂一些追寻语言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人在丛林里迷路了，他必须要在他走过的路上刻上一些标识和标记，等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，就会通过标识和标记知道他的情况。这些标识和标记一般都是很有规律的，比方说食物充足的时候是一种符号，食物短缺的时候是一种符号，队伍里面有人遇险了又是一种符号。等到更危急的时候，救援队可以根据符号来上升救援规格。这是当年老美打越南人的时候发明创造的。行，那你学过，那你赶紧给翻译翻译。这问题是，机械。那个东西怎么过去的？顺子，顺子，他不会又变狐狸精吧？啊！哎，我以为你又要突变了呢。你怎么了？我刚才能清楚地听到你们的声音还有动静，可我就是没法动弹。我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干扰我，我想清醒，可我就是做不到。直到他拍了我一下。干扰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？我说不上来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现在很危险。哎，咱赶紧走吧。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了，你在这儿也没个掩体，赶紧的走了。那也要先破译这个符号再说啊。哎，对，潘子，你不是学过吗？你赶紧翻译翻译，快！这个符号跟我学的不一样啊，我也没见过这样的符号。不过这种暗号的变化，是不是说明那个人崴脚了？不是，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不是小哥，那这留下符号的人心里可就太没底了。那咱不就是盲子跟着瞎子走路吗？照我说呀，咱在这聊半天根本什么用都没有，因为这个符号根本就不是留给咱的。要我说呀，咱就自己走自己的路，不就探个路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早说呀！你早说了，咱就不用浪费时间在这符号上了。快走吧，还是得小心点啊。这墓道里很可能有流矢和翻版的机关。行行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我告诉你，咱们还是尝着甜头了。就算是有机关，也被他们先行的给破坏了。妈的妈，我的姥姥哎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南宋的岁贡，女真的国库，这下发财了！硌死我了！哎呀，硌得好舒服呀！孙子，
你看什么呢？顺子，还能有什么新鲜东西啊？哎，哎，哎，哎。我说，这些人已经死了很久了。是咱们同行吗？看他们这身装扮，是80、90年代那会儿最流行的。你说这些人会不会是采药的或者猎户，误入这里面死的？不可能，咱们这帮专业夹喇嘛的才分街巴拉跑到这儿，猎户那帮业余怎么可能闯到这儿啊？不可能。你小心点儿。上海表，老款式，这个女的来头不小。这种手表在当年就算是市长级别的人也很难有这么一块。她要是失踪了，在当时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。顺子，那个时候你们这儿有没有很轰动的失踪事件啊？顺子，哎，顺子，跟你说话呢。顺子，顺子，顺子。三爷，多谢。不用。我清醒的事情，希望你别告诉裘德考。杰森我可以保证，但 Sir 是我不能保证。裘德考没告诉你，他来遇见天空要做什么吗？和你一样。不一样。裘德考他多大年龄了？身体你了解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要动脑子，好好想想。一个这么大岁数的人，能跑能跳能爬雪山，当然了，很多事情你不亲眼看到，你根本不会相信的。等他出来以后，你仔细观察一下。有些人出生的时候就被上帝亲吻过，他们拥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。亲吻他的不是上帝，是魔鬼，古墓的魔鬼。
事情结束之前，你就待在这儿，不许出去半步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你就那么害怕我破坏你和裘德考的计划吗？我明明可以把他们一起解决掉。奶奶，人都说你是女中豪杰，你是害怕了吗？哼！你到底跟裘德考达成了什么协议？他是怎么说服你的？为什么你连产品姑姑失踪真相都放弃了？你根本就没有认真调查过。他太天真了。为什么？奶奶，你给我一个太解释。天真了。奶奶。顺子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我们家老爷子去的也早，但是老天多眷顾你啊！啊，让我们引你到这儿来，找着你父亲。所以啊，你就别理他那头发了，等你理好了，一根儿都不剩了。哎，谢谢。顺子，节哀啊！哎，我总觉得啊，他们这些人出现在这里，有一点蹊跷。这有什么蹊跷的？切！哎，你看啊，顺子的父亲就不说了，是他们的向导。那剩下这些人呢？他们也是在不适宜进山的时候，非要进到这里的，那就说明他们肯定不是普通的游客，这还不蹊跷吗？这些东西也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啊，就连个身份证也没有。但是你们偷的这些东西全啊，凭着这些东西肯定能出去。那他们怎么出不去啊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本来是有能力出去的，要死也应该死在出去的路上。可是他们就这么在这儿坐着，在这儿坐着就好像是等死。他们是不是舍不得这些宝材呀？别胡说！哎，你们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没有？少了什么？食物。你看，全吃完了。他们不是意外死亡的，是在这里活生生被饿死的。不对，这人呢，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，最多坚持7天。你想想，7天的时间，他们早跑出去了，还能在这儿等死？太奇怪了，肯定不是饿死的。除非他们出不去。田震，这儿不会像海底墓一样，墓室上下动，跟电梯似的，一会儿有门，一会儿没门吧？反正这回我们炸药带够了，实在不行就炸出去了。嗯，行。顺子，当年你爹带着几个人进的墓室，你还有印象吗？
我记得他是跟7个人一起出发的。那就是8个人呢。这儿有6具尸体，有2个人不见了。你说会不会是那2个人见财起意，把人杀了，然后自己跑了呀？不可能，这里没有打斗的迹象，而且看尸体的动作和表情，不像是被人杀死的。有人死在这儿，我总感觉心里怪怪的。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吧。哎，我反应过味儿来了，门儿给炸开了，而且这儿只有藏宝室，没有棺椁。引咱们到这儿来的符号，意思就是这儿有名气，肯定是阿宁他们标记的。完了以后，等着第2梯队过来收宝贝。不可能，这玉门上的洞更像是这几具尸体炸的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棺椁不在这里，我们要往相反的方向走。而且，三叔也在那边。对，咱们呀，赶紧找3爷去吧！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些壁画都变样了？啊，这个呀，我跟天真在海底墓的时候碰到过，原理是这样的。我一直以为，最疼爱秀秀的人，就是您了。哎呀，我要是不疼他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跟着你去淘气呢？淘气？您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就把秀秀所有的努力都给否定了。您在害怕什么？这是你跟一个长者说话的口气吗？啊？只是您近来的所作所为，让晚辈不得不怀疑。这件事情牵扯到裘德考和杰森所在的阿尔法公司在中国的布局，这个布局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开始了。这几十年，他们究竟做了多少事情，我难以想象。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，西沙海底墓就有他们的手笔，而这直接也关系到我小叔的死和你女儿霍灵的失踪。我不相信，您居然会对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。哎呀，谢子，一个人呐，有自信很好，但是你要是盲目的自信，那就变成了缺点了，懂吗？不能害己，也不能连累别人呢。啊？您为什么要把那张照片寄给我？您想告诉我什么？我有点累了。您老了。老九门中，还健在的就只有您和陈皮阿四了。陈皮阿四暂且不管，这些年，您怕是对自己的身体的衰老感受很深吧？谁都逃不过自然规律。说得好啊，确实这样。多么意气风发的人，多么漂亮英俊的人，都会老的，都会死亡。死了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柴，变成了灰，谁都逃不过的。
那为什么裘德考不一样？他是不是用这个谜底诱惑你，说服您帮他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地下玄宫岂不是结构十分复杂？咱们不会进去就出不来吧？应该不会。汪藏海的伎俩很多都是给探学者施加心理压力，要真的做到把人困到死的话，其实也不容易。很多人到最后都是精神崩溃，自己放弃了才会死的。对，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，肯定能出去啊。也不知道三爷这会儿走到哪儿了，不过肯定的是，他应该比咱们走得快，比咱们走得更深入。不止他快，阿宁也快啊！而且他们估计损失挺惨重的，那人面猫头鹰不好对付。不是三爷，可千万别碰上这东西。我也不在三爷身边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被虎姬照顾得怎么样。担心呢。哼，不知道还以为你也是三爷的侄儿呢。你不是我三叔！你说我不是三叔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是谁？你是谢连环。小子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人不会害你，那就是我，你的三叔。天真，天真，哎，走了。哎，这门一模一样，同一批工匠一模一样正常。不是那洞呢？炸开了多好啊！这机关什么的又被前面人给趟过了，对吧？走吧。这是多有钱啊！啊，又一个藏宝室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没骗你们吧？又是一个国库和岁贡啊，一片银子。这怎么又一堆包一堆尸体啊？我们又走回来了。上一个这样质问我的人，骨头早就被狼啃光了。长生不老，多少人的美梦，没想到在今天还有市场。您平时不买三无产品吧？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制假高手，他跟我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他的一生做过最完美的赝品，
就是一张人皮面具。据说戴上以后，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无法分辨真伪。这是鬼打墙，这是鬼打墙，整个咱们走了一个循环，通道两头全是这墓室啊！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顺子，我知道死者为大，但是很有可能是你爹的问题。这些尸体放在这儿那么多年了，很容易招上什么。所以你这样，你先把你爹先放下，咱们再走一次。我不放，放下，放下。胖子，你冷静一点。胖子，这个时候都不能乱。小三爷，你不常说汪藏海的东西，充其量就只是制造心理压力的小伎俩了。大家不能知道这一点还中招，肯定有什么不对的。对，潘子说的没错，这肯定是机关，这和顺子爹的尸体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在海底墓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证实过了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打墙。汪藏海他就是这样，他善于利用这些巧妙的机关，营造这种诡异的气氛。在不知道底细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。再走一次。潘子，这次我们慢点走，好好感觉脚底下到底有没有机关。我就不相信他没破绽。原来这就是霍林姑姑。就算可以复制出她这样的样貌，也复制不出她的气质。是啊，我和他爸爸都没有发觉过。等我们知道了，已经晚了。
完全失联了，整支队伍全失踪了。是啊，听说只有吴家老三一个人回来了。他说先是谢家的谢连环出了事，他们让人开考察船把遗体送回来了，之后他在海底墓里昏了过去，等他醒来的时候就已经上岸了。其他人究竟出了什么事，他也不知道。谢连环死了，尸体呢？考察船没上岸，他也失踪了。也失踪了？是啊。哎呀，整支考古队10几20几个人，就只剩下吴三省一个。是啊。你什么意思？跟我一起出海的霍灵，已经不是那个霍灵了。不是他又该是谁呢？我不相信您一点异样都没有察觉到。就凭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就应该相信你是吗？你了解他，还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了解他？或许中间有什么内情是我不了解的，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。无论是怎么样，也总得要找到人才能判断。我也想立刻找到他们，就算不为了别人，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文景，我也必须要找到他们。可是你想过吗？回来的只有你一个人，这是个大问题，这是个大问题呀，明白吗？是啊，这是个问题。也幸好，还有我能活着回来。当时我并不相信吴三省的话，相反，这些都是他搞的鬼。他想毁掉霍家和谢家出息的子弟。这之后不久，我就收到了一盘录像带。他穿着这件衣服，就是我们母女俩的最后一面。那还是考古队出发之前的1周，他换上了这身衣服回来。他告诉我说，在单位搬机器蹭上了油，就换上了这身衣服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是琳琳啊，妈，妈，救我，妈！我明白了，难怪你当时没有怀疑。这录像带，我真是不敢轻举妄动，更不想让外人知道。尤其是九爷，他会判断出来其中的阴谋，而且
会顺着这个录像带的线索去查找背后的人。就凭着他的七巧玲珑心，将会做出什么，那是很难预料的。说不定我的玲玲会受害。所以我爷爷一直到他去世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。凭着这九爷的智慧，他一定是看破了其中的秘密，但是凭着他的个性，真不知道他还能做出什么来。更何况谢连环的尸体还没找到。那他是狗五爷跟他说了什么？小叔，你回来了，你又闯什么祸了？他是你吴家三叔，你小叔的表兄弟，他们俩长得很像。三叔好。这是连环的孩子带出来的。送客。这么多年，就只有这一盘录像带吗？后来我又收到过一盘。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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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安装了自毁的小装置，看完就烧毁了，差点引起了火灾。那是玲玲失踪后的第3年，衣服也没换，很憔悴，一句话也没有，就站在那床边一动不动。唉，摄影机的高度和玲玲差不多，是水平的。但这也没有办法证明那就是当年拍摄的。啊，对，而且这个自毁装置也让我很疑惑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些小细节，我多看几遍就能发现的。他们就是防止意外，看完就销毁。自从那次火灾以后，就再也没有玲玲的消息了。我真是不敢赌啊，因为那边有玲玲的命啊。所以这么多年，至少在明面上，你没有为霍林姑姑的失踪做过多的努力，只是疏远了吴家。尤其是在秀秀追查此事的时候，您还刻意阻拦她。这些我能理解，但是您近来的举动，却让我越来越看不清了。您到底为什么要把那张照片寄给我？我要让你看清吴三省和吴邪叔侄2人的真面目。都这个时候了，
您还要撒谎？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，谢子。一个女人在老九门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界生存，就得会看人。你看我这几十年下来，自认为无论谁一过眼就看得透透的，就对这个吴三省看不透。唉，而且呢，咱们且不论呢，玲玲跟吴三省是什么关系，幕后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整队的人就回来他一个，难道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吗？您就是不想让吴三省好过罢了。哎呀，你那个小叔的遗言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？难道你还觉得吴三省是无辜的吗？现在已经知道的是，裘德考的确参与了海底墓事件，并且和考古队失踪有直接的关系。您这个时候明面上和他合作，究竟是为了您的女儿的下落，还是对他的那个秘密心动了？裘德考说服您帮他，应该不是拿你女儿的下落进行要挟，那么他的筹码就只有他的那个秘密了。这个秘密是不是关于长生不老？这世上哪有长生不老的事啊？的确荒谬，但是有裘德考现身说法，他的身体状态是个特例，一个连医学上都无法解释的特例。不管您信不信，反正我已经半信半疑了。不，准确的说，是7分相信，3分怀疑。如果他再拿出证据，那3分怀疑恐怕也会变成相信了。他有什么证据？云顶天宫。小沙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到东北，天亮就可以登山。已经查过了，这2天天气不错，登山的路不会太难走。还有到云顶天宫的路，我们已经规划好了。好。华爷，你说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云顶天宫吗？我总觉得，有些话我必须要当面才能问清楚。咱们再走一次，这次一定能赶上，木头就回来了。你啊，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小三爷那儿一直掐着时间呢。你知道咱们走了多久吗？全是鬼打墙。那条墓道，
咱再也回不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自己看呐，那几个人绝对比咱们走的次数还多。班子，我们把食物限量一下吧，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打算。我们活的时间越长，出去的机会也就越大。小三爷，我看啊，咱剩下的食物就够吃2顿，我看也不用限量了，就使劲造吧。如果炸药也没用的话，就等着人收尸吧。行啊，成。那陈日元同志，你赶紧准备饭吧，好让胖爷分散注意力，这样我也能想想怎么出去，是吧？顺子，顺子，顺子，哎，快点，压不住了！好，要是小哥在就好了。怎么样？顺子，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他现在只是暂时被压制住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。我们要抓紧时间和小哥会合。拿绳子给他绑上。冷静点啊！整个地宫是回字形的，最中间是灵殿，这里是制式最严格的地方。汪藏海不会在这一部分的结构上动手脚。灵宫周围还有殉葬坑、陪葬坑、排水系统以及错综复杂的甬道、墓道。我们现在很可能在地宫的外沿，所以呢？所以